文姐，現在中國內部似乎有一股壓力，中國一直在壓，現在這一股壓力要準備炸鍋了嗎？為什麼會這樣講？今天微博熱搜上面大家都在討論一件事情，叫做樟木頭的寶山收容所。這收容所被人家形容什麼？跟 KK 園區一樣，甚至比 KK 園區還可怕。當今天所有的中國網友都在質疑的時候，官方是用盡了所有力量，把這個消息給壓下去的。是，怎麼會這個時間點突然要開始翻舊賬，翻了20多年前在廣東的這個部分收容所，叫樟木頭的收容所。那你知道他是收容什麼人嗎？我一開始還覺得很奇怪，這到底收容什麼人？原來呀，在那個年代啊，很多人是從這個西北啊、東北啊、其他的比較内陸的一個城鎮啊，來到廣東來打工嘛。結果來打工，那你來這邊人生地不熟，你要開始找工，他就開始警察來你說，哪來的啊？你有沒有暫住證？沒有，我來打工啊，我在找工作，沒有暫住證，沒有暫住證是吧？就把他帶去那個收容所，把你關起來。完蛋了！一進去之後，我叫你打電話，那你趕快打電話給你的家人。我的家人是在山東的鄉下沒有家人来保是吧？7天。就把你拿去，你看到的畫面，把關在鐵籠裡面的。我跟你講，它很可怕。甚至這個地方是給人住的嗎？很可怕，它一個小小的一個房間，竟然關了40幾個，而且呢，比如說你是湖北的，你是山東的，你是陝西的，全部都這樣住在裡面。然後呢，水叫你喝廁所的水。不是，這個地方很髒，而且很小，而且它的那個整個的裝潢上面太可怕了。不是，最可怕的是你關7天，沒有人要來保你的時候，你知道你怎麼辦嗎？怎麼辦？就把你送去其他地方，或把你賣掉。所以他们說，那個裡面啊，短短的11年啊，從1992年到2003年啊，竟然這個收容所裡面收容了82萬人，其中有1%的人大概就是8000多人不見了。你在去哪裡啊？查無此人，西去都嘛不知。然後呢，現在開始大家在講說，要還給那個收容所一個真相，到底那些人是生是死，到哪裡去了？然後呢，現在開始就出來什麼有人開始出來現身喊話。你像畫面上看到的人，他說他是東莞人，他就是到那邊東莞工作了32年。他說我不想提起這件事，為什麼？他是我心裡面一個很痛苦的地方啊。他說我在裡面待了14天我被毒打，我差點被打死。要被毒打，而且他說我其實是有暫住證的。對，比如說警察來你，你有暫住證，我有暫住證，他把你撕了之後就硬是把你送走，送到拘留所。你要出了那個拘留所，你就要付500到1000塊。那坑人吧？就是你講對了，就把你當豬仔賣，就是要坑人。所以有越來越多人跳出來他說很可憐的，裡面尤其是長得漂亮的女生從南部其他地方下來直接抓來賣，他就不見了。有的甚至不見了，你可能被抓去賣淫或幹嘛。那這個先生，他說他15、16歲的時候被抓去，他說他個兒頭小他那時候他姐姐這工廠姐姐終於來保他的時候，你知道他出去幾十個人都是湖北的，全部都塞字條給他，拜托你，趕快幫我找老鄉，幫我找我爸爸，幫我找誰，你一定要打這通電話，請他來救我，他不來救我已經要被送走了，我送去哪裡我都不知道。然後他就開始講這件事，他就說那真的很可怕，他說很多人就他所知根本就沒有再出來了。所以呢，現在大家斑斑血淚然後呢，而且更可怕一件事，你知道，他不是說跟你講說暫居證嗎？有的人更荒謬，有人他是看一場電影，比如說我們這樣5、6個人大家去看電影，看完電影之後呢，突然看到一半，就有人他又說看到一半，突然這樣熄燈之後門口出來查什麼暫住證？好我有暫住證你有暫住證，印不清楚，夾的撕掉上車。後來人家發現原來如果你抓了這些人警察每一個人可以抽50塊，然後其他的一些人可以抽5塊，所以這些人真的就像是豬仔一樣。被一個一個賣掉。而且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點，突然中國網友在大肆討論這個事情？對，他們真的是要去發洩，他們真的要去革命了嗎？應該是說有人在講你好，我們剛剛提到一個短短11年之內，竟然有82萬人被拘留在那裡，甚至有1%人不見死掉了嘛。他們說怎麼樣？你查出那個時間點的省書記是李長春對。然後你有沒有看到什麼有沒有一大堆這是從1992年到2002年，全部的人
包括所長、包括政委、包括副所長，对，全部都列了出来。我跟你講，你有沒有看到，連那個時間點，李長春是這個廣東的省委書記啊，王岐山吶，王岐山他在當時好像也是前後期吧，他當什麼啊？王岐山當廣東的常務省副省長，所以現在就有人來講。其實為什麼這個時間點要出來討論這件事情？要給歷史還原一個真相，是不是就是在鬥王岐山這些人？所以呢，就有人在講啊，這個搞不好是借由還原歷史真相，為他們這些失蹤者討個公道之名。事實上，還是在習近平進行相關的政治鬥爭，所以呢，現在才會說，有沒有開始啊？要去披露這個真相。所以也難怪，當這些資料、當這些畫面全部出來之後，上熱搜之後，他是一瞬間把它都屏蔽掉了。他在怕什麼？他在壓什麼？對，就是怕，就是說會不會這一個記憶喚醒更多人跳出來？我的女兒不見啦，我的哥哥不見啦，我的弟弟不見啦，我的爸爸不見啦。當這些人都以還原歷史真相、討公道為名上街的時候，到時候誰要為這整起事件負責？為第一代中國豬仔落難記負責？搞不好就是有高官要下台。瑞哥，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國這種壓力鍋已經慢慢炸開，原因是什麼？今天經濟非常差，經濟非常差之後，他們會開始什麼？開始往外面跑。過去我們講 run， 我們過去講 ran， 我們過去講走線，都是跑到美國去。但是沒有想到，中國最近在搞一件事情，他說我要做一個跨境追捕，人追到哪裡去了？我真的沒有想到。現在追到東南亞去，現在中國人往東南亞去了。對，沒錯。那麼由廣西公安單位所發起的這一個行動叫做春雷行動啊。那麼連續花了3個多月的時間埋伏，然後呢，那麼鎖定的特別是從中國的西南呢，廣西這個附近往下面的東南亞，你知道必須要穿過。如果你讀過這個我們相關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當時的這個孤軍，你就知道異域嘛，你就知道那個線事實上是蠻危險的，對不對？當然問題是也因為這樣，所以呢，邊防的軍隊也就比較鬆散。他們利用這樣的一個缺點呢，然後呢就進行這個所謂的那麼人蛇走私行動。那為什麼要人蛇？想起來也是很諷刺啦。過去在胡錦濤、溫家寶時代，中國經濟好的時候，是東南亞的這個走私人、那個偷渡人呀，利用這條路線來到中國。就現在回過來，你的經濟比東南亞還差了嗎？從中國必須回過來，然後呢，到了越南，到哪裡？到緬甸去打工啊！說起來也是很諷刺啊。那這一條这個偷渡路線呢，事實上，那麼他們就用哄騙的方式，就告訴你說，因為現在中國經濟很不好嘛，所以那個薪水很低呀，所以你只要偷渡到中國那個以外的其他國家，東南亞國家，到越南到哪裡，他們可以跟你介紹8000人民幣月薪到16000人民幣，我聽到不哈？大家眼睛都不能亮起來了嘛。事實上哪來的那麼好的一個工作？但問題是不管啊，你只要想到說比現在會好多倍，那他就想去了嘛。對，那他們這些人蛇集團也真的把你給偷渡哦，但他要賺什麼？賺你要一個人要給好幾萬的這個人民幣的偷渡費用，然後全世界的這個偷渡客都偷渡集團的人蛇集团都一樣，然後幫你安排，真的帶你走水路的用船，走陸路的直接由專人帶着翻山越嶺過去。對，那這條路線我相信應該已經有進行很長一段時間了。所以呢，他們後來啊是經過，那麼有一次在逮捕了一部車子裡面呢，坐了11個偷渡客。所以從這個地方以後，他們就發現不對哦，有問題哦。這麼多人。對，然後呢，開始啊一步一步去查了以後，從什麼阿康、阿勇、峰哥、志哥啦，不斷的找到這些負責帶人的這些人頭了以後呢，這些這個人蛇集團的頭以後呢，開始那麼擬定了每個地方每個可能的路線，包括埋伏點。因為這些人蛇集團的頭呢，事實上非常了解在廣西要往東南亞去的這些這個山上的這些叢林裡面的一個偷渡的路線，所以不管他們怎麼埋伏、怎麼抓，通常都差一點點就被他們跑掉了。對，那在中國跟東南亞這些國家，他們是用鐵絲網把這個邊界直接弄起來了嘛？對，他們就破壞鐵絲網，破壞鐵絲，因為你而且你看到他已經監控到連這種望遠鏡啊這種都直接拿了出來的。對，沒有錯。那事實上你要知道那些地方有很多的包括這個螳螂啦、水蛭啦，
還有包括很多的文營等等啦。那這些地方其實要埋伏抓他們都是很困難的事，常常一看到人開始抓，你知道嗎？你絕對不相信，深山野嶺我就跑了，深山野嶺整整跑了3個多小時，真的假的？他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追，跑了3個多小時，最後一個轉彎，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剪斷的鐵絲網的破口在哪裡，一個轉彎，他溜過那個鐵絲網，到了邊界去對面去了。你不能越界嘛，對，你公安單位不能越界，只能眼睜睜的就看到他跑掉了。你完全都拿他沒有辦法了，完全抓不到他嘛。所以後來他們就覺得啊，如果只這樣的話呢不夠，所以他们進行這個大規模的相關大規模的那麼8省聯合查緝行動，這個專案叫做春雷行動。所以到後來經過這個3個多月以來啊，有點線面這樣布，而且抓了以後呢，因為每一個人蛇集團它都有這個手機啊。手機裡面就是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如何媒介聯絡，那甚至於你到東南亞的國家以後呢，不管水路還是這個漢路呢，都有接頭的人嘛，電話上面都有。但是你有電話沒有用啊，你必須要能夠監控他們嘛。所以包括從邊界走的這個負責走私的，這是現場抓的，連在中國本身呢，那麼進行監控這些人全抓。所以呢，為了這樣的一個，我們必須這樣說啦，真的這樣的一個行動哦，不是出動幾百個、上千個這個公安警察人力可以做得到的。對，所以他們3個多月來，成效也蠻不錯的。為什麼呢？總共春雷行動到目前為止抓到的人呢，包括人蛇跟偷渡的人，超過1900多個人。1900多人，表示這麼多人都要去東南亞。沒有錯，然後被查扣，因為運輸人呢，不是從頭到尾都走路，中間有好幾段要用車輛運輸嘛，查扣了1218輛的車子，還有包括水路運輸這些人吶，那麼總共查扣了85艘船吶，所以呢，那麼你就知道，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啊。從這個中國廣西他們這個春雷行動，我們也要注意，記不記得這幾年都有那個橡皮艇直接過來？對，我們甚至於還因為海巡單位的疏失啊，讓這個橡皮艇直接淡水河上來，對不對？那麼其實啊，我們都懷疑說，他們真的只是單純的說向往台灣的生活，這個我不太相信。這幾年來，那麼台灣所查獲的這些所謂的外國的走私客。其實啊，中國所佔的這個比例啊，大概是1/3到1/4啊，大概1/3。你看，人不多，2023 16個人，人不多。2013年16個人，2024年9個人，去年29個人，增加了2.2倍。不要小看這個29個人吶。那麼為什麼他們會突然間大量增加？這還是我們查到的，所以你就知道有一波又一波的中國的相關人呢，那麼用這種方式回來。那有些可能是被查獲的通緝犯，他自己溜回來，對不對？但是顯然還是有一些目的不明的人，那麼這些人可能用橡皮艇還是其他漁船走私的方式，可能也在測試我們海巡單位它的雷達跟它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等於說死角，就對，這值得我們注意。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浩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